李氏一族即日起流放东海。我不要去荒岛！流放东海荒岛？我操，这哪里是流放，这他妈是带薪休假重返舒适区啊！老子上辈子就是海边渔村长大的，5岁摸虾，10岁潜水，15岁就赶来硬刚台风天。凡儿，你怎么了？爹，我太悲痛了，我一想到那海水、那海浪，我就心痛如绞啊！好孩子，委屈你了，咱们赶紧走吧，不知死活，带走！朝廷有令，无诏不得离岛，你们生时有命。完了，没水没粮，我们活不过3天。死我了！都给我闭嘴！就知道哭，再嚎一句，信不信把你扔海里？李凡，你疯了，敢这么跟我说话？没时间跟你玩过家家，想活命就听我的。爹，咱们还有多少能装东西的容器？就剩这个了，路上喝水碎了，只剩个底。够了。李文，去那边找个潮湿的沙滩，给我挖个半米的坑。凭什么我挖？我不挖。行，一会儿我弄出水来，你别喝。水？你是不是傻了？这四面全是海，你上哪儿弄水？你要是能在这沙滩上变出水，我管你叫爹！哼，二叔，这可是你说的，大家作证啊！弄完了，这就完了？搁这过家家呢，盖块布水就能自己跑碗里？你以为你是龙王爷呀？芬儿，别闹了，省点力气吧。都别急，让太阳飞一会儿。烈日暴晒下，湿抹布上的海水会被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到稍微冷却的抹布会凝结成水滴，因为抹布中间被石子压着成漏斗状，没有了盐分的水滴就会顺着抹布滴进陶罐里。我不行了，我要喝水。你敢喝一口，立马就死。去看看坑里。我操！水，真的是水，这是怎么弄的？生活常识罢了。爹，你先喝。真的是淡水，凡儿，你怎么会这个？书上看的。二叔，刚才说的话还算数不？这只是个演示，这里日照强，只要我们多挖点这样的坑，用海带地态麻布，足够我们全家人用了。凡哥，你好厉害，给我喝一口吧，我嗓子都要裂开了。想喝水，这点不够分，大家行动起来，多备些。哥，水有了，可吃的呢？总不能光喝水吧？饭，这不全都是饭吗？凡儿，你别吓爹，那都是海里的毒物啊！以前沿海的难民饿死都不吃这些的。你们对大海一无所知。看好了，爽！哥，你不要命了？吃你的！我不吃，就算是饿死我也不吃这种恶心的东西。哼，行，待会儿你别求我。哟，好家伙！海妖！这叫大青蟹，很极品的。这是辣螺，爆炒绝了。这是佛手螺，古人叫它海鸡脚，这玩意儿可是顶级海鲜。海胆，这黄的多肥啊！你真的没事？我好得很。这
东西怎么这么香？谁刚才说饿死也不吃的？连吹都没吹，外焦里嫩，绝了！可惜少点蒜蓉。凡儿，给爹尝一个。小心烫。好吃，太好吃了！真的假的？大哥，你别是饿出幻觉了。二叔，怎么样？毒发了吗？我以前在京城吃的那些山珍海味，连这东西的一根毛都比不上啊！给我留一个，我是你儿子！哥，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你混了。你指动，我绝不往西。凡儿啊，以前是二叔眼拙，这岛上以后你说了算。我儿长大了。大家醒一醒，我们开个会。各位，经过昨夜，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里，朝廷的立法管不到我们，京城的权贵也管不到我们。在这里，只有大自然法则，不劳动就饿死。凡儿，你说吧，今天咱们干什么？爹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弹？第一，解决食物；第二，造盐。食物不用担心，只要退了朝，这片海滩就是我们的菜市场。而现在的关键是盐。制盐？凡儿啊，你昨天弄出淡水，二叔服你，但制盐，你怕是在说梦话。古往今来，制盐那是朝廷把控的绝密手艺，得要巨大的铁锅，要成百上千的盐丁日夜熬煮。咱们现在连个铁片都没有，怎么煮盐？是啊，哥，而且海边的粗盐又苦又涩，吃多了还会死人呢。咱们在京城吃的都是清盐。谁说我要煮盐了？煮盐那是落后了几千年的蠢犯法，费时费力还产量低。今天我教你们一个新词：晒盐。晒盐？少废话，开工！女人们去灌木丛里找干燥的树枝和宽草，越多越好。旺财，你带着几个家丁去海边捡那些边缘锋利的大贝壳。二叔、李文，你们俩带剩下的男丁跟我来。哥，咱们来这儿干嘛？这里全是石头。拿你们手里的贝壳，把坑里的沙子、碎石全给我清理干净，然后把海水填满这些坑。凡儿，你是要把海水倒在石头上晒太阳？对，就是晒太阳。中午之前，这几十个坑必须全部倒满海水，没倒满没饭吃。干了，兄弟们！哥，我快累死了，水都倒满了，然后呢？等。出盐了，真的出盐了！老天保佑，有盐了，咱们有救了！二叔，别！爹，你没事吧？李凡，你安的什么心？这哪里是盐？你要毒死我们全家吗？我都还没让你尝，你自己非要往嘴里塞，怪我喽。那玩意儿叫卤水，海水里不仅有盐，还有大量的杂质，你直接喝，没把你毒死算你命大。凡儿，你的意思是这晒出来的盐不能吃？不仅不能吃，吃多了还会中毒。完了，白忙活了一上午。谁告诉你们白忙活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重中之重。李文，去把女眷们捡来的木柴生个火，烧得越旺越好。烧完之后，把木炭给我留着。二叔，带人去沙滩上，给我挖最细的白沙子，用水洗干净。旺财，去找一些细碎的小石子。看好了，这是一门失传的绝技。哥，你搁这玩泥巴呢？等会儿你就知道谁是泥巴了。二叔，把你刚才尝过的那种毒凉水
连同那些苦涩的粗盐，用水兑开，全给我倒进这个桶里。啊，倒进去，那不全和沙子混一起了吗？我的老天爷！这怎么可能？泥沙里漏出来的水居然这么干净！这叫活性炭吸附和多层物理过滤。木炭能吸附有毒物质和异味，砂石能过滤杂质。刚才那些苦涩的镁离子和泥沙全被留在了桶里。我不信，我尝尝。没有苦味，一点都没有，只有咸味。激动个屁！这还是水。这是雪花盐，这是极品雪花盐啊！就算是皇上吃的也没有这么白啊！什么？真的是盐？行了，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盐，在京城能卖多少钱？多少钱？凡儿，大前王朝盐铁专硬，普通的粗盐都要几十文一斤。像这种白如瑞雪的极品盐，那是只有王公贵族才配享用的。如果拿去黑市，1两雪花盐至少能换10两白银，甚至有价无市。1两盐，10两银子，哥，那咱们刚才那几个水坑，一天能晒出多少？如果全功率运转，加上这套过滤设备，一天弄个10斤8斤不成问题。10斤，1斤16两，160两，1两10两银子，发财了！我们发财了！你是我亲爷爷，有了这技术，我们还回什么京城啊？这海岛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啊！低调，低调。盐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还可以腌制咸鱼。不过，光吃昨天那些小鱼小虾可不够塞牙缝的。李文、二叔，拿上家伙，跟我走。去哪儿？哥，咱们继续制盐啊！这是白花的银子啊！治你个头！不吃饱肚子哪有体力干活？我要去干一票大的。凡儿，咱们没网啊，怎么抓？谁说抓鱼一定要网？二叔，带人去搬石头，大石头在下，小石头在上，顺着这个 V 字形，给我垒起2道半米高的石墙，开口朝向大海，越往里越窄，最后在尖端留个口子，用藤蔓编个篓子堵住。这又是啥阵法？这叫石湖，也就是古代版的雾里地龙。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漫过石墙，鱼群会跟着海水游进来觅食。等退潮的时候，海水水位下降，鱼群发现出不去，就会顺着水流往深处游，最终全部被挤在这个 V 字形的尖端。我们只需要去捡就行了。不用网，不用鱼饵，鱼自己送上门。少废话，干活！今天涨潮前必须弄好。完工，现在就等涨潮和退潮了。有鱼，真的有鱼！这得有上百斤鱼吧？别愣着了，今晚咱们吃清蒸海鲈。这个脚印是今天刚留下的。碎骨岛不是荒岛吗？那这脚印是谁的？穿着这种防滑钉鞋，绝对不是普通的遇难者，更像是经常在礁石上攀爬的海盗或者流寇。哥，快来啊！这只龙虾比我大腿还粗。看来这荒岛生存游戏要上强度。哥，这龙虾肉太弹牙了，加上这神仙盐，我感觉我以前在京城吃的都是猪食。慢点吃，没人和你抢，锅里还有。谁能想到流放荒岛竟然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凡儿啊，二叔算是彻底服了。爹、二叔、李文，你们3个拿上东西，跟我来一下。我们被盯上了。什么？别喊！今天我在灌木丛后面发现了一个草鞋印，不是官差留下的，也不是普通的遇难者。这岛上估计是有一批流寇海盗。哥，你可别吓我，我还没娶媳妇呢。凡儿，这可如何是好？我们要不躲进礁石洞里去？
海盗！完了！这下全完了！那些流寇杀人不眨眼，咱们这一大家子老弱病残，遇到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啊！往哪儿躲？整个岛就这么大。再说了，为什么要躲？我们正愁没人手呢，这不，免费的劳动力自己送上门了。劳动力？哥，你疯了！人家手里肯定有刀有枪，咱们手里只有吃剩下的螃蟹壳，你拿什么抓人家当劳动力？拿头去撞吗？谁说我们只有螃蟹壳？我们有全天下最顶级的化学武器。化学什么器？别问那么多，听我指挥。二叔，你立刻回去，把今天白天那些烧剩下的草木灰，还有火堆里烧得发白的正浩壳全给我收拢起来，用石头碾碎成粉末。李文，你去问问女眷们，今天白天让他们找的野葱野蒜找到了多少？爹，你去把今天过滤剩下的那一桶发黄的、最苦的毒凉水提过来，千万别洒了。哥，也算找到了不少，你要这些干嘛？给他们吃。好呛啊！凡儿，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这些主要成分是氧化钙，也就是生石灰，这里面含碳酸钾。这苦涩卤水富含氯化镁。最后一步，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所有人都用湿布捂住口鼻，躲在火堆后面的上风口。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来。老大，你闻到了吗？好香啊！这帮软脚虾，白天竟然在海滩上弄出了白花花的细盐。老大，那还等什么？咱们直接杀过去！那些雪花盐和海鲜全都是咱们的了！闭嘴，蠢货！这帮人白天能搞出这么多动静，说不定带头的是个硬茬子。不过嘛，就算是个硬茬，在这荒岛上，也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兄弟们，抄家伙！记住，那个领头的年轻小子，给我直接拿下，免得夜长梦多。就在前面，跟我冲！什么玩意儿？眼睛，我的眼睛，瞎了！哥，这也太惨了吧！惨！如果刚才他们冲过来干掉你，你还觉得惨吗？痛打落水狗！爷爷们别打了，饶命啊！都停手！拿藤外过来，把他们手脚绑死。水，给点水，求求你们，嗓子要冒烟了。要水啊？行，李文，刚才海边不是还有一桶没用完的流水吗？赏给他们。好嘞，哥。这是什么？看来是不可。现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不敢！你问，小的一定知无不言。你们是什么人？岛上像你们这样的还有多少？归爷爷的话，我们都是早年被流放到这岛上的犯人。像我们这样的，在这岛的北面大概还有30多个人。他们跟着一个叫黑沙的老大，手里有几把好刀，甚至还有一把生锈的弓弩。30多个人，太好了！哥，你没事吧？我好得很。李文，你算算，咱们盐田想扩大10倍，全开垦出来要多少人手？起码得30个壮劳力，没日没夜干1个月吧？对啊，这不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30个精壮的汉子，全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啊！你想让我们给你干活？怎么，你不愿意？我这个人呢，心善，见不得血。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
现在我就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第二，从明天起，你们就是我李凡的人，每天给我砸石头、建盐田、捕鱼，干得好，包吃包住，1天3顿海鲜管饱，还有淡水喝。要是干得不好，我保证你们连求死都做不到。我选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只要能吃饱饭。很好，识物者为俊杰。哥，那北面的那30多个刘匪怎么办？他们如果一起来，咱们未必打得赢啊。放心吧，他们跑不了的。等我们明天把第一批雪花岩正式提纯出来，他们自然会乖乖送上门。到时候，我要让这碎骨岛上的每一个刘匪都哭着喊着来给我打工。好了，李文，把这几个新员工绑在树桩上，严加看管。其他人睡觉，明天一早咱们开足马力制盐。轻点，我的眼珠子！叫什么叫？本少爷这是给你消毒。昨晚那是化学武器，残留毒素，懂不懂？不高温烤，你这眼珠子今天就得烂掉。不，爷，真不用了，小人这眼睛已经好多了。哼，算你识相。想吃吗？想吃，想吃就给我老实点儿。一会儿我哥问什么，你答什么。敢说半个假字，本少爷就把你收拾零碎，在这石板上烤了。凡儿，真的要留着他们？这些亡命之徒，稍不注意就会反噬啊！爹，在这岛上，什么最贵？淡水、粮食、盐，都不对，是劳动力。劳动力？对，咱们家才几10口人，大半是女眷和孩子，想要在这荒岛上生存，甚至致富，光靠咱们这点人手，累死也干不出多大名堂。但这5个人，这5个人就是咱们的第一批员工。爷爷饶命！爷爷饶命！行了，别磕了，在这岛上使人比活人容易，留在李家给我们干活。作为回报，我包你1天3顿饭，海鲜管饱，淡水管够。干得好的，甚至可以考虑给你们自由，让你们在这岛上像个人一样活着。天天有饭吃，这哪里是惩罚，这是去享福啊！你说真的？哼，对待守规矩的人，我自然不会动用那些惩戒手段。但如果谁敢违背规矩，心存异心，我必会依规严惩，绝不姑息。我说到做到。是，小的一定老实，一定拼命干活。对，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干啥。很好，李文，给他们松绑，每人发半个螃蟹，1碗淡水，吃完了，我有任务交给他们。好嘞，哥。听好了，你们的任务就是用石头把这些礁石砸平，砸出4方格子，每个都要绝对光滑。砸平？没工具啊，这咋砸？工具？这就是工具。在这岛上，拳头和脑子就是最好的工具。别给我找借口，中午之前，如果我看不到5个合格的盐池，你们的午饭就只有沙子吃。凡儿，你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爹，书上不仅有颜如玉，还有黄金乌。李家现在几10口人，再加上那5个刘匪，每天消耗的食物和水都是个天文数字。食物只能抓浅水的鱼，真正的大鱼，真正的宝藏还在深水区。没有网，老子还不能做个地笼吗？樊少爷，您要这些藤蔓干什么？这玩意儿又硬又扎手，
连边框都不好使。不边框，咱们编个金丝楼笼抓大鱼。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旺财，把这些藤蔓全劈成指头粗的篾片。看清楚了，这东西的关键就在倒刺设计。我现在编的就是核心骨架，入口要做成喇叭口，外宽内窄，这是让目标能顺利进来的前提。所有铀片都削尖朝内布置，进来容易出去难，一旦进入就会被阻隔，根本找不到退路。这东西真的能抓到鱼？哥，这看起来像个大耗子笼，鱼又不是耗子，能这么傻钻进去？耗子为了香油钻笼子，鱼为了吃的一样会钻。今天咱们就给这里的鱼上一课。老大，我不行了，这活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再干下去，不等吃中午饭我就饿死了。闭嘴！你想使别拉着老子！我干。虽然粗糙了点儿，但勉强合格。每人1碗水，2个烤螃蟹，吃完了继续干。下午的任务是把这5个盐池给我磨光滑。如果磨不光滑，晚饭减半。爹、二叔、李文，昨晚的雪花盐只是实验，今天咱们要开始流水线生产。爹，你带着咱们的人继续按照昨天的方法收集淡水，并且把那些流寇昨天砸出来的毒凉水全部收集起来，准备提分。二叔，你负责带人继续按照我教的方法，在岩石上开垦新的岩池，不要怕累，开垦的越多，咱们的银子就越多。哥，那我呢？我也去砸石头。你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今天晚上咱们要放20个地笼下水，这地笼捕鱼需要诱饵，你负责带人去海边给我挖沙蚕，捡死掉的螃蟹贝壳，越多越好。这些东西就是地笼的灵魂。挖沙蚕那玩意儿恶心死了。哥，你就不能给我换的体面的工作吗？比如我去检查流寇干活。体面？在这岛上，只有吃饱饭才是最大的体面。别给我废话！如果今晚的地笼抓不到鱼，你就给我钻里去。那里肯定是大鱼的聚集地。旺财，拿几块昨天船上剩下的烂帆布，还有藤蔓，做个简易的竹筏。哼，是。哥，饵料来了，我给你挖了2大桶沙丛，还有这些吃剩下的螃蟹壳，全在这儿了。很好，这叫臭味诱惑。对深水区的肉食鱼类来说，这就是最顶级的香水。二叔，你们在岸上拉着藤蔓，千万别让竹白飘走了。放心吧，凡儿，二叔这身子骨，拉个竹筏还没问题。就在这里。1号笼下，2号笼下，3号笼下。凡儿，
这能行吗？行不行？明天早上就知道了。走，去看看咱们的员工研磨的怎么样了。李爷来了！不错。老大放心，小的一定能买，一定能买。流寇的脚印发现我们了。在这个时代，武力固然重要，但掌握了经济和粮食命脉的人，才是真正的神。范少爷，地路要炸了，备出摆，收拢！稳住，主嫂别慌！范少爷，拉不动啊，这底下像是挂着一头牛。你行不行啊？要不要本少爷下去帮你？闭上你的乌鸦嘴！旺财，听我口令，顺着他的劲儿收1尺，放半尺，把他溜没力气。1、2、3，起！老天爷啊！这是把龙宫一窝端了吗？发财了，哥，快拿上来！拿个屁！太重了，竹箱装不下。二叔，把绳子拉过去。退后，都退后！海鳗咬人，能咬掉骨头。2号龙出水，100斤大鲈鱼。哥，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海龙王的私生子？在这片海上，老子就是海龙王！哈哈哈哈哈！刀疤柳，愣着干什么？本少爷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忘了？少爷，哪怕您现在让我去把海填了，小人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填海就不用了，这几千斤鱼一顿可吃不完。李氏海鲜加工厂今天正式挂牌营业，全体员工听令。刀疤柳，你带你的4个兄弟负责杀鱼，把鱼鳞刮干净，内脏掏空，用海水洗净。爹、二叔、李文，你们带人负责腌制，把咱们昨天提纯出来的极品雪花盐均匀地抹在每一条鱼的肚子里和表面。女眷们负责把腌好的鱼挂在咱们昨晚搭建的木架子上，用海风和烈日暴晒。提纯别停，水坑扩到50个，一边晒盐一边腌鱼，把这碎骨岛变成海鲜批发基地。兄弟们加把劲儿！爷爷说了，今天中午吃清蒸石板，量大管饱，谁敢偷懒，我活劈了他！轻点儿，轻点儿，这可都是银子，拿雪花盐腌鱼，皇上都没这么奢侈。你懂个屁！反而这叫秘制顶级海味，运到江南1斤能卖10两银子。有情况，全体戒备！是黑沙的人。哟，挺热闹啊！我当是谁不大本事，能在这南边海滩上搞出这么大动静？原来是新来的几只小肥鸭！呸！刀疤柳，你个没骨头的东西，居然给几个新来的流放卒当狗！
独眼狼，你少他娘的放屁！老子现在是李氏集团的正式员工，管吃管喝有福利，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李爷爷这儿撒野？哼，李氏集团，什么狗屁玩意儿！我看你是活腻了。今天，老子奉老大的命令来收你们的安家费。那个带头的小白脸儿，听好了，这岛上的规矩，新来的必须上交所有的粮食、女人和财物。看你们今天弄了这么多鱼，还有这些，这他娘的这么白的盐是哪儿来的？这盐没有苦味儿。狼哥，这是极品贡盐，这是天价的宝贝啊！什么？哈哈哈哈哈！老天开眼，今天何该老子发财？男的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女的和这些盐全部带回献给老大。哥，怎么办？他们有弩啊！这是什么味道？怎么会这么香？想吃吗？把汤放下，老子自己会拿。你大可以射一箭试试，不过我保证，你射出这支箭的瞬间，不仅这碗汤你会永远失去，你们北边那30个流匪也会彻底失去在这座岛上活下去的机会。你敢威胁我？刀疤流，告诉这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颠，我们昨天晚上是用什么招待你们的？妖言惑众，老子先宰了你！等一下。你叫独眼狼是吧？黑沙的手下。在杀我之前，先喝口汤，做个饱死鬼，也算我尽了地主之谊。你不怕我在汤里下毒？我要杀你，不需要下毒。别碰我！3年了，终于吃上像样的饭了。好喝吗？好喝，太好喝了！这种汤我每天管够，不仅有汤，还有蒸龙虾、爆炒大青蟹、顶级海鲈鱼。不需要去杀人拼命，只要你们给我干活。干活？这里的财富，你们10辈子都抢不完。现在我给你一个任务，带着这包盐滚回北边去见你们的老大，告诉黑沙，这岛上的规矩从今天起改了。我不管他以前是海盗还是土匪，从现在起，碎骨岛我李凡说了算。如果他想带着那30个兄弟记过连饭都吃不饱的苦日子，尽管来找我拼命，我保证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但如果他想活得像个人，想顿顿吃上海鲜大餐，想用上这极品雪花盐，明天太阳升起之前，让他带着所有人放下武器，来南边海滩报道。是，小的这就去把话带到。哥，你这叫放虎归山啊！万一那个黑沙不买账，明天带着30个人杀过来怎么办？咱们真用毒气。放心吧，没有人能拒绝包吃包住的工作，尤其是在这鸟不拉屎的荒岛上，资本的力量比刀剑更可怕。退一万步说，如果黑沙真的冥顽不灵，那明天早上我会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物理超度。所有人加快速度，今天天黑之前必须把这批鱼全部腌完，挂上风干架。明天我们要迎接一批新的免费劳动力。
娘的，这风浪连着刮了3天，连个海毛菜都捞不到。老大，再这么下去，兄弟们没被官兵剿灭，就得先饿死在这破岛上了。老大，我回来了！你死哪儿去了？不是让你去南边看看那群新来的流放犯吗？带回来什么东西没有？女人呢？粮食呢？老大，松手，您听我说。老大，您看，这是什么？这是盐，怎么这么白？老大您尝尝，一点都不苦，只有咸味儿。真的没有苦味儿？这他娘的是皇宫里的贡盐啊！你从哪儿弄到的？那群新来的流放犯手里怎么会有这种稀世珍宝？老大，这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放屁！造盐得要盐铁丝的大铁锅，得要几百个盐钉，他们就几十个老弱病残，拿什么造？老大，千真万确啊！我亲眼看见的，他们弄了几十个水坑，就那么晒出来的全是这种盐。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叫地龙的神器，就那么往海里一扔，捞上来几千斤大鱼啊！满速滩全都是鱼，堆得像山一样。几千斤鱼堆积如山。老大，那个带头的小白脸叫李凡，他还给我喝了一碗汤，那汤简直不是人间的味道。他说只要咱们去给他干活，这种汤还有大鱼大肉管饱，每天管够。干活？我这辈子就没给人干过活，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也敢让我给他当牛做马？兄弟们，南边有堆成山的鱼肉，有价值连城的雪花盐。既然他们就几十个老弱病残，那这天下掉下来的肥肉就是咱们的了。臭家伙！明天一早，兄弟们都跟着我到南边去。老大，使不得啊！那个李凡不是人，是个魔鬼。刀疤流他们5个人，连他的身都没进，就被一种什么毒物给毒瞎了。现在被绑在沙滩上砸石头呢。咱们硬拼讨不到好果子吃的。滚开！老子在海上称霸的时候，他还在娘胎里吃奶呢。我倒要看看，是他娘的毒物厉害，还是老子的砍刀厉害？30个弟兄还对付不了一个小白脸儿。哥，你说那黑鲨今天会来吗？万一他真带人来拼命，咱们这10几个家丁能挡住吗？挡？为什么要挡？客人上门，我们应该热烈欢迎才对。客人，凡儿，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在我看来，那都是优质劳动力。警戒！都退下。你就是那个李凡？鄙人正是。吃早饭了吗？没吃的话，锅里还有点鲍鱼粥。少他娘的跟老子套近乎！独眼狼说你想让老子给你干活，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识相的，把盐和鱼全交出来，留你们一个全尸。交出来！交出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既然你们敬酒不吃，我给你们算一笔账，你们抢了我的鱼，最多够你们吃10天半个月。10天以后呢，继续吃海带，继续饿肚子。但我如果死了，没人能造出雪花盐，没人能造出捕鱼的地龙，你们抢到的只是一顿饱饭。但如果你们跟着我干，我向你们保证，从今天起，你们不仅不用再过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每天还能吃到这种高汤拌饭，而且等以后商路打通，我还能给你们发银子，让你们在这里娶妻生子，建立属于自己的村落。天天有高汤拌饭，还能发银子，不用再去抢劫拼命了。放屁！兄弟们别听他蛊惑，咱们把他抓起来，逼他交出制盐的法子不就行了？给我上！哥，小心！给脸不要脸！真以为我不用毒物就治不了你？我能给你们一条活路，也能立刻送你们上西天。
别杀老大，我们投降，我们愿意干活。你们这帮软骨头！黑鲨，你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我李氏海鲜加煎厂录用了，职位保安队长兼生产车间主任，包吃包住，干得好有奖金。什么啊？还不赶紧谢谢李老板！去，带着你的手下去锅那边排队，每人1碗海鲜汤，2块咸鱼，吃完之后马上给我换上工作服，准备开工。谢谢李老板。这就收服了，不用一兵一卒，30个海盗就这么成了咱们的家奴。二叔，这不叫家奴，这叫产业工人。接下来咱们要扩大生产规模。听好了，李氏海鲜加工厂今天正式全面开工。李文到，跟你说，你现在升任人事主管兼寄件员，这35个人你负责给他们登记造册，每个人发1块木牌，上面刻上编号，干了多少活你给我记清楚。二叔，凡儿，二叔在。你升任财务总监兼仓储主管，每天产出的盐、咸鱼干全部由你清点入库，没有我的条子，任何人不准私自动用1克盐。爹，爹在，你就是名誉厂长，负责监督整个岛的纪律，谁敢闹事，直接告诉我。黑鲨，小人在。你带10个人，成立基建1队，任务去岛中心开采石块，砍伐灌木，在沙滩后面给我建起1排挡风的工棚以及更大的晾晒架，还要打2口淡水井。刀疤流，爷爷吩咐，你带10个人成立化工2队，任务扩建盐田。我要在3天之内把这片沙滩的1半全部变成平整的岩石盐池，产量翻倍。独眼狼在，你带15个人成立捕捞3队，任务每天跟着旺财收地笼、下地笼，并且把每天捕上来的鱼全部处理干净，交给女眷们腌制。最后，今天下午我将亲自传授你们一项绝密技术，制作东海特产虾酱，这是咱们厂的拳头产品，以后要卖到京城去赚大钱的，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叶老板长办。爹，二叔，李文，过来学技术。哥，这虾这么小，怎么吃啊？塞牙缝都不够。这玩意儿不是直接吃的，是用来做酱的。黑鲨，把你脚洗干净了没？洗了。老板，我在海里泡了半个时辰，还用沙子搓了，绝对没味儿。好，上去踩。踩？对，用力踩，把这些虾全部踩碎，踩成泥。行了，出来。这叫高盐发酵，毛虾极易腐败，但加入了大量的雪花盐后，高浓度的盐分会杀死腐败菌。在阳光的暴晒下，虾肉中的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10天后，这种泥就会变成一种呈现出粉红色、香气扑鼻的顶级调料——虾酱。这能好吃吗？闻着有点腥啊！刚开始当然腥，等发酵好了，那是极品的下饭神器。这玩意儿耐储存，放个1-2年都不会坏，最适合长途运输卖到内陆去。狼啊，你说咱们以前当海盗图个啥？老大，不就是图口饭吃吗？放屁！咱们以前那叫吃饭，那叫吃猪食，而且每天还得提心吊胆，怕被官兵砍头。你看看现在，不用杀人，不用提心吊胆，每天干点力气活，就能吃上这皇帝老儿才能吃上的绝世美味，还有工棚睡，不用再睡岩洞发霉了。我决定了，以后谁敢动李老板一根汗毛，老子第一个劈了他。当海盗有什么前途？跟着李老板才是咱们这帮人的归宿。老大说的对，李老板万岁！爹，看到没？武力只能让人屈服一时，利益和希望才能让人死心塌地。这35个人只是开始，等咱们的产品打通了通往江南的航线，换回更多的铁器、布匹和粮食，我要让这碎骨岛成为整个东海的霸主。凡儿，爹信你。哥，明天咱们干啥？是不是要去掏海鸟蛋了？操你大爷！哎呦，明天基建队开始烧制陶器，捕捞队去深海找龙涎香，盐田队给我加倍产盐，谁完不成指标，扣绩效。都给我快点儿！没吃饭吗？
把那个晾晒架扎稳当了。要是掉下来一条鱼，老子把你皮剥了挂上去。凡儿，这黑鲨靠得住吗？我看他那眼神还是有些凶光。爹，在这岛上能让他们吃饱饭的人就是他们的亲爹。黑鲨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跟着我有肉吃，自己去抢只能喝西北风。只要咱们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就翻不了。核心技术这词儿新鲜。行，爹信你。那你今天打算干啥？不会就在这儿剔一天牙吧？那哪能啊！咱们现在这海鲜加工厂规模还是太小，咸鱼虽然耐储存，但在这岛上淡水才是命根子。而且咱们也得换换口味，天天吃海鲜，我都快吃成螃蟹了。你想去岛中心看看？黑鲨说那里面有毒瘴，还有野兽。富贵险中求嘛。而且我昨晚夜观天象，这几天怕是有大风浪，咱们得在那之前储备足够的淡水和不同的食物，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别的财路。凡儿，带上我，我在这儿砸石头磨岩，手都磨秃噜皮了。你去干啥？看见个秃子能吓尿裤子？凡儿，二叔这身子骨还行，带上二叔给你扛东西。行，二叔、李文还有旺财，咱们4个去。爹，你在这儿盯着黑鲨，要是他们敢偷懒，你就把昨晚剩的虾酱拿出来闻闻，馋死他们。你这孩子鬼主意真多。老板，早点回来啊！要是遇到毒瘴，用童子尿临时布捂着最管用。你才童子尿！都小心点，注意脚下，别踩到毒蛇。凡哥，这里哪有什么宝贝啊？全是树，蚊子还贼大。二叔，你看看这土，黑不溜秋的，有啥好看的？腌鱼都不行，这叫腐殖土，肥的流油啊！咱们要是能在岛上找块平地，用这土种点菜，哪怕种点红薯、土豆，那也是续命的东西啊。红薯、土豆，那是啥？就是一种长在土里的，淀粉含量很高，吃了很抗饿的甜疙瘩。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东西，不用种水稻就能吃饱饭？以后会有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找水。水，有水的声音。真的是淡水，太好了！这水质比现代那些矿泉水强多了。旺财，拿标记在这儿做好记号，明天让黑鲨带人弄竹竿过来，把这水引到咱们营地去。这特么就是咱们的生命线。咱们顺着溪水往上游走走，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帆哥，那果子看着挺好吃，能吃吗？别动，这叫野山椒，看着红，吃一口能辣得你怀疑人生。辣？那不是有毒？没毒，是调料。这可是好东西啊！腌鱼的时候放点，不仅能去腥，还能增加风味。咱们的虾酱鱼露要想卖高价，这玩意儿是关键。调料？这何乐的能当调料？全部摘回去，一粒都别留！是黑头海雕，快走，别被盯上！二叔，你看看那些白色的石头像啥？那不就是鸟屎蛋子吗？海鸟拉屎拉多了结成的疙瘩。这岛上别的不多，这玩意儿管够。鸟屎蛋子。二叔，在这岛上除了我爹和你们，只要是能看到的东西，哪怕是鸟屎，我李坟也能把它变成金子。变金子？坟儿，你发烧了？那叫鸟粪石，或者叫海鸟粪。古人不懂，这些海鸟常年吃鱼虾拉出来的粪便里含有大量的磷和氮，在这荒岛上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堆积和风化，就会形成天然的矿石。磷、氮，那是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是天底下最顶级的农家肥，比什么猪屎牛屎强100倍。咱们在京城的时候，那些庄子里的庄稼一年能产多少粮？因为土没劲儿。但如果用上这鸟粪石磨成的粉当肥料，凡儿，你说真的？废话，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盐铁官营，但这肥料可没人管，磨成粉卖去江南，你们算算，这是多大的财路！干！范哥，咱们现在就上去搬！回来！你想死啊？没看到那些扁毛禽兽？
捕鱼制盐要规模，这采矿一样要规模，要技术，要安全。那怎么办？看着金山不能动，心里猫抓一样难受啊！别急，这金山跑不了。黑沙他们那帮海盗以前最擅长的不就是爬悬崖溜绳子吗？这活儿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明天让黑沙带上所有保安队的兄弟，带上藤蔓和箩筐过来给我采矿。谁要是敢不拼命，晚饭减半。老板，你们可回来了？遇到毒瘴没？没用童子尿吧？滚一边去！看看这是啥？红来当，能吃吗？啦！有毒啊！老板，鬼叫啥？这是调料，今晚点碎腌鱼，保准香死你。不仅有调料，咱们还找到了淡水菜园，以后咱们不用天天喝那过滤的苦水了。明天黑沙你就带人去引水。引水没问题，老板。不过，这都不是最大的财路。黑沙，以前当海盗的时候，没少爬悬崖抢东西吧？那哪能啊，老板！小人这身手，在咱们碎骨岛那是第一。很好，在这岛上当海盗没前途，随时会被砍头。但如果当我的员工，我可以带你们走上人生巅峰。这叫海鸟神粪石，1块换1袋粮，1杯楼就是一锭银子。1杯楼鸟屎，一锭银子。老板，您没开玩笑，那真是宝贝。本少爷什么时候骗过你们？雪花盐你们吃了吧？地龙鱼你们吃了吧？这辣椒鱼汤你们马上就能吃上了。明天谁要是给我采回来10杯楼鸟粪石，晚饭加2块腌鱼，辣椒汤管够。干，老板，我们干了！明天谁要是敢偷懒，我黑沙第一个劈了他！干！踩鸟穴，换银子！凡儿，你真厉害。哥，明天咱们采了鸟屎，换了银子，能给我买个丫鬟不？滚！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哎呀！所有人集结集合！台风先兆！哥，咋了？我这正清点咸鱼呢，咋了到底？所有人现在立刻执行1级防台风预案！老板，这天色不对啊！这是海龙王要发怒了。以前遇到这种天，我们在悬崖洞都得死几个人啊！你在我这儿，海龙王也得给我盘着。黑沙，你带10个最壮的汉子，去把咱们最后的防水晒油布给我死死盖住，周围压上100斤重的大石头，一点缝隙都不能留，那里面可是咱们的命根子。是。二叔，你带人去工棚，把所有已经风干的咸鱼、虾酱缸，还有新采回来的鸟粪石，全部搬到那个干岩洞里去。爹，你带着女眷和李文去把咱们昨天弄好的云水筑槽拆下来，把所有的陶罐木桶全装满淡水，搬进岩洞。旺财，带人去海边，把所有的地龙竹筏能拖上岸的全拖上来，拖不上来的直接丢掉。老板，都干完了，咱们也赶紧进洞躲躲吧，风已经起来了。进洞。凡儿，多亏你啊，家底差点全完了。怕啥？风雨过后就是彩虹。让兄弟们歇歇，咱们吃火锅。哥，啥是火锅？辣椒剁碎煮汤，海螺青蟹扔进去涮。跟着老板，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走，出去看看咱们的产业受损情况。哥，你快来看海里！叫什么叫？海里有金子啊？凡儿，咱们有救了，能回内陆了。列祖列宗保佑，天不绝我李家。回内陆，爹二叔，你们是不是忘了咱们是流放犯了？没有皇帝的手令，私自回内陆就是死罪。这山船老板，除非脑子进水了，才会搭救几10个流放犯。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走？来了我的地盘，不拔下一层皮，还想走？
李文，黑沙，在，带上咱们的特产。今天本少爷要给这大钱的土包子商人上一课。真他娘的晦气，居然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荒岛上！哼哼，哟，原来还有活人啊！看这打扮，是朝廷流放到这儿的罪犯吧？你这人怎么说话的？退下！鄙人李凡是这碎骨岛的岛主。钱老板，远来是客，遇到台风受惊了吧？岛主？一个流放犯也敢自称岛主，真是滑天下之大欺！行了，本老爷没空跟你废话，去山上给我砍树，再打满10桶水送上船。这是半袋米，长点虫也够你们吃2顿了。干得好，本老爷再赏块破布遮雨。笑什么笑？一群刁民，没见过大米吗？哥，这胖子居然拿半袋生虫的美米来施舍咱们！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拿来螃蟹都嫌弃吧？放肆！你们想死吗？保护老板！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江南商会的人，你们敢动我就是谋反！黑沙，退下，别吓着咱们的财神爷。钱老板，在我的地盘收起你那套傲慢。现在不是你在施舍我，而是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你做生意。做生意？就凭你们一群连饭都吃不上的流放犯，除了烂命一条，能拿什么跟我做生意？沙子吗？沙子你是不配买的。李文，上货。钱老板是做南北杂货的，眼光自然毒辣。不如来看看我这李氏海鲜加工厂的3大拳头产品。这是第一样，东海极品风干白贝鲈鱼干，用烈日暴晒锁住极致鲜香，且可保存数年不腐。这鱼干怎么没有一点腥臭味？而且这表面白色的结晶，这不可能！这腌鱼用的盐绝对不是市面上的官盐。钱老板好舌头，这就要看第2样了。这是什么？李氏特供极品雪花盐，无苦涩，无杂质，纯度99%。我的天爷呀！雪花盐真的是传说中的雪花盐，就算是当今圣上用的青盐，也比不上这个的1成啊！这李岛主，您手里有多少这种盐？我全要了，不管多少钱，我钱大夫全包了。别急啊，钱老板，我这还有第3样呢。这叫海鲜酱，炒菜、拌饭、炖汤，只需1滴，哪怕是清水煮白菜，也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极致口感。尝尝。神物，这全都是神物啊！你看个价吧，这雪花盐，这鱼干，这神酱，我用船上的金银丝绸跟您换，您说多少就是多少。金银，钱老板，在这荒岛上，金银连擦屁股都嫌硬，我不要你的钱。那你有什么？只有我钱本人拿得出的。我要的很简单。第一，把你的商船掏空，把你船上所有的铁器、铁锅、刀剑、斧头，甚至船钉全部留下一半。第二，把你船上带的农作物种子、布粒、防雨的油布，还有干净的木材全部交出来。第三，把你船上的老木匠、铁匠给我留下3个。李岛主，这铁器可是朝廷管制的战略指标啊！而且要是把铁器留下一半，我的护卫用什么？船怎么修？还有木匠、铁匠，那都是我的摇钱树啊！不换，可以。黑沙送客，李文把这盐样品倒海里。别，我换！好痛快！二叔带人上船验货。黑沙叫上兄弟们搬运物资，1斤铁器换1斤鱼干，1匹布换1罐虾酱。那极品雪花盐怎么算？雪花盐，那是战略级物资，我要用它换你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半年后带上最结实的大船，带上生铁矿石、大量的粮食和火药的原料，再来碎骨岛找我。到那时，我不仅有雪花盐，我还有一种能让大钱产量是翻倍的神物卖给你。粮食产量翻倍？没错，收起你的贪婪。若半年后你没来或带兵剿我，你吃过我的盐，我就有办法让你钱家
寸草不存。绝对不敢！小人发誓，半年后定带物资觐见岛主。一个足以颠覆大钱命脉的庞然大物苏醒了，发财了！我们真的发财了！哥，有了这些铁锅和布，咱们不用再当野人了。原始资本积累完成，有了铁器，打造更高级工具；有了种子，就能开荒种电；有了工匠，就能造船、造机器，不用系统，不用金手手，纯靠工业思维和知识降维打击，全体都有。明天开始，李氏重工正式成立。我要让这座荒岛冒出大前王朝第一缕工业革命的黑烟。哎呦我操！敌袭，黑沙叛变了！洗你个头！太阳都晒屁股了，咱们李氏重工今天剪彩，你这个主管还搁这做梦？哥，我这不是怕做梦醒了这些东西就没了吗？昨天那胖子真大方啊！哼，大方。他是知道雪花岩能让他赚大钱。全体员工集合！老板好，很好，看来大家都休息得不错。昨天咱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了布，大家就不用穿着破破烂烂的当野人了。女眷们听令，把这些布匹全部裁剪了，给所有员工每人做2身干净利落的短打工作服。咱们是正规企业，不能搞得像丐帮开会一样。谢老板赏赐。行了，别急着哭，今天有的是让你们流汗的地方。你们3个出来。大王饶命啊！小老就是个打铁的，这俩是我徒弟。钱老板把我们丢下，我们在这荒岛上，这不就是等死吗？谁说让你们等死了？我这缺的就是你们这种技术人才。老师傅贵姓？免贵，小老儿姓铁，别人都叫我老铁。老铁没毛病，在这岛上不用叫我大王，叫我李老板。老板，钱大夫给你们开多少工钱一个月2两银子。我给你开20两。造不出我画的东西，就扔海里泡海水，听懂了吗？普通刀剑不在话下，但这岛上连个打铁的炉子都没有啊！没有就建。李氏重工今天正式拆分为2大事业群：农业生态部和重工业制造部。二叔，李文，农业部交给你们，带上20个员工，拿上昨天换来的种子，去岛中心的缓坡地带开荒。凡儿啊，咱们有种子不假，但那地里的土不够肥呀，种下去怕是长不出几个棒子来。忘了咱们昨天采回来的鸟粉石了吗？把那些鸟粉石全部砸碎，磨成粉末，再把咱们每天杀鱼剩下的鱼内脏、烂虾头混合着枯枝烂叶和鸟粪粉一起埋进土里沤肥。鸟粪加鱼肠子，这能行吗？这叫磷氮复合有机肥，是最顶级的农业黑科技，懂不懂科学？照我说的做，1个月后我让这岛上遍地绿油油。干不出成绩，你俩以后就天天去舔鸟粪。别，我们这就去。重头戏来了。老铁，过来看看，认识这个吗？老板，这像个炼丹炉，打铁不就是用个泥炉子加风扇吗？您画这么高干什么？这叫高炉，是用来炼钢的。老铁，钱大夫留给我们的铁器虽然多，但都是些劣质的生铁和废料，又脆又软。我们要在这岛上立足，甚至以后面对大股海盗，靠这些破铜烂铁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自己炼出高碳钢，炼出钢水。老板，这不可能啊！就算是京城匠作剑的大宗师，也只能把铁烧红，怎么可能化成水？那得要多大的火呀！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只有温度不够。黑沙，在。带人去挖最黏的黄泥，混上细沙干草，
给我疯狂的踩！老铁，你带着2个徒弟，负责用这些耐火泥和岛上的石头，按照我画的图纸给我垒炉子。炉壁必须厚实，内胆必须光滑。旺财，你带人去把昨天换来的那些废旧皮甲、破帆布收集来。咱们没有风尚，得手搓一个双动式脚踏鼓风机。1、2、3，踩！1、2、3，踩！1、2、3，踩！这进风口的设计，这内膛的弧度，简直是巧夺天工啊！这火要是烧起来，热量全都被锁在里面了。老板，炉子阴干了，木炭也烧好了，那些生铁废料全都敲碎备好了。凡儿，这泥塔真的能把铁烧化？爹，你就瞧着吧。加铁碎加炭，一层一层往里铺，不要停。封顶，留出气孔，鼓风组上踏板，给我死命的踩！我的老天爷！继续踩，不要停！老板，火候差不多了，开路眼。水，铁水，真的是铁水，化了，生铁居然真的化成了水，老祖宗啊！我老铁有生之年居然见到了这种神迹，这才哪到哪儿？炒钢法，小，让铁水多接触空气。这叫炒钢法，不断搅拌，让碳分燃烧跑掉，生铁就能变向高碳钢。出钢了，加出来，上断台，打，用最大的锤子把里面的杂质给我全敲出来。淬火！老板，这刀成了，我从没见过这么认。李文，去拿一把昨天钱大富留下的那大钱制式钢刀来。哥，这可是官军用的好刀，吹毛断发呢。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工业代差。黑鲨，把那把关刀举平了，看好了。神刀，这是切金断玉的神刀啊！老板，您真是鲁班转世，欧哲子下凡呐！我的妈呀！有了这武器，咱们在这海上还怕谁？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劈一双。10天内给安保人员人手配发1把这战刀。另外，光有刀还不够。老铁，接下来几天除了打刀加粗床禁锢，我要你配合我打几样小玩意儿。还有黑鲨，之前那几个刘废说的没错，你带人去海边收集那些有毒的汁液、高度腐烂的鱼内脏，混合着辣椒汁和咱们的毒油水，给我装在容易碎的薄陶罐里，封死。既然要建国，不准备点武器怎么行？哥，你这是准备打仗啊？有那么严重吗？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而且，直觉告诉我，咱们在这荒岛上的和平恢复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老板，不好了！慌什么？是海盗，整整3艘大船冲咱们来了，是东海最大的海盗王红胡子。红胡子，那是传闻中杀人不眨眼，连朝廷水师都不敢惹的巨匪呀！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慌什么？红胡子来得正好，老子正愁着荒岛上人口太少，开荒进度太慢呢。全体员工听令，进入1级战斗准备。今天就让这群海盗看看，惹到了我李凡，下场会有多惨。准备接客。红胡子
东海混世魔王，这下全完了。凡儿，咱们投降吧！投降？二叔是不是在京城待傻了？跟海盗讲信用？黑沙、刀疤流、独眼狼，在。你们以前也是当海盗的，告诉本老板，红胡子的规矩是什么？红胡子过处，寸草不生，甚至会被点天灯。听到了吗？在这个岛上，咱们没有退路，身后是茫茫大海，身前是穷凶极恶的海盗，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比他们更凶。红胡子，不，在本老板眼里，那是1000个免费的劳动力，是咱李氏集团腾飞的原始资本。黑沙，你怕什么？这刀连官军的都能劈断，怕那帮拿着破铜烂铁的土婊子？誓死效忠老板，老板说的对，来一个我们就打一个。誓死效忠老板，誓死效忠老板。很好，红胡子高傲自大，肯定会选择在咱们南面的平潭海滩正面登陆，这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全员听令，进入1级战斗状态。老大，前面就是碎骨岛了。钱大夫那胖子说的没错，这岛上确实冒着烟，看样子是有人在炼焦或者制盐。雪花岩、神刀，很好。那个叫李凡的流放犯倒是有点意思，居然能收编黑沙那个废物。兄弟们，冲上去！雪花岩和钢刀全是咱们的！他们肯定是吓到躲洞里去了，兄弟们，去把他们揪出来！我的脚！哎呦，我操！我的屁股！我的腿！黑沙，把咱们的虾狗眼陶罐拿出来，给我狠狠的砸！杀呀！好辣！我的眼睛！该死！该死！这到底是什么妖法？李凡，我要劈了你！老大，咱们撤吧，那岛上有神仙保佑啊！撤个屁！兄弟们，那小白脸没什么本事，只会弄些阴谋诡计。咱们的船吃水深，把小艇放下去，所有人跟着老子冲！我就不信了。哟，红胡子亲自上阵了，看来我的化学课他没过瘾啊。旺财，把你那东海特产烈火油罐给我准备好。目标红胡子的旗舰，给我狠狠的投！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老子先把你家给烧了！放！快用火把！哥，我没射过箭啊！少废话，往那边瞄就行。着火了，老大！李凡，老子要杀了你！都给老子冲！谁剁了他，赏100两银子！杀！
终于来了。黑沙，你的保安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全员保安队听令！今天我要让这群海盗知道什么叫物理打击。杀！李岛主，我服了，我红胡子服了！求李岛主留我一条活路，我愿意把所有的财宝都给您，我愿意带着兄弟们给您当牛做马。当牛做马，红胡子，你说错了。在这个岛上，你连当牛做马的资格都没有。我给钱大富画了大饼，半年后他会带着粮食和火药来找我。但我也知道钱大富这种商人，他在来碎骨岛的路上肯定没少遇到其他商船，甚至可能早就把碎骨岛有雪花岩的消息传给了你红胡子。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所以本老板早就等着你来了。你那200个兄弟，本老板已经笑纳了，他们会是李氏最优秀的工人。老板，咱们这次赚翻了，不仅抓了200多个活口，还有3艘大船。告诉这帮新来的，从今天起，他们就是李氏集团的员工。老铁，老板，小的在，带人去把那些海盗的破铜烂铁全都收拢起来，回炉重造。我要你把咱们刚炼出来的高碳钢打造成最坚硬的撞胶和装甲铁板。老板，打兵器我懂。但这撞胶和装甲铁板是用来干啥的？当然是爆改战舰！我要把它们改成大钱无敌的武装商船。哥，这红胡子也太穷了吧！底仓里连块金砖都没有，全是这种长了绿毛的稻谷和豆子。你懂个屁！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吃就是睡。这玩意儿只要里面的花芽没死透，就能当种子。种子？哥，咱们这岛上全是石头和沙子，种下去能长出个啥？只要有本老板在，石头缝里也能给你榨出2两油来。二叔，李文，农业部立刻启动海上粮仓计划，让新来的别闲着。嘿嘿。没吃饭吗，红胡子？看人的力气去哪儿了？全到坑里加水发酵。土肥，播种，浇水。出苗了，哥，真的出苗了！这土肥的流油啊，凡儿！老板，这3艘浮船虽然船体结实，但船头被咱们的燃烧弹烧毁了。这要是开出去，遇到大浪非得散架不可呀！散架，本老板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老铁，把你这几天用高炉炼出来的高木钢全给我搬出来，我要给这3艘破木船穿上防弹衣。用挺钉把这玩意儿铆在船头。只要有了这东西，李氏的商船可以直接在海上撞碎任何敢挡路的海盗船。可这木船最怕火攻啊！把生铁打成半寸铁板，吃水线以上全包上。老板，这弓弦太粗了，10个大汉也拉不开呀！用滑轮。老板太霸道了，大潜水师也能撞沉。低调，咱们是正当防卫。船修好了，准备第一批货。
爹，二叔，大本营交你们了。遇事别客气。去江南千万小心，咱们可是流放之身，万一被官府……放心，拳头够硬，规矩就是咱们定。扬帆起航，随我上江南。